程毅这次演的林燕婷，可能是他给自己开的一道难题。有一句话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程毅在聊他这次演的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大概意思是说，这个人是易碎和锋利两种东西交织在一起的。这是他对林燕婷的概括。我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想起这个说法，越想越觉得这几个字其实已经把整个人物拆完了，只是当时没人细品。行，今天这一期我不聊热搜，不聊番位，不聊任何热闹的事儿。今天我就钻进一个人里头，从头到尾只聊他。林燕婷，33岁，心理学家。这是一个我觉得，怎么说呢，这是一个值得花一整期视频去拆的人物。说回这个事，先把人物基本盘讲清楚。林燕婷，表面身份是心理咨询师，业内顶尖那种，擅长读谎言，擅长在3句话里把一个人摸透。你坐到他对面，他不需要你说什么，他看你坐下来那一下手放在哪儿，他大概就知道你今天来不是为了真心来咨询的。这是他的白天，他的夜晚是另一回事了。5年前，他父亲林谦是一位警务人员，具体警衔我这边的资料不完整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在一场听证会的爆炸里失去了生命。不是单纯的意外，是被人栽赃，是被人安排进那场爆炸里的。而那个安排的人，到今天为止只有一个代号，第二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林燕婷白天读人的谎言，夜晚追一个人的命。他和刑警李博朗联手5年了，一直在找第二是谁。这就是他的两面，一面读心，一面追凶。一面是西装坐在咨询室里给你倒水，一面是黑夜里翻档案翻到天亮。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看过很多的那种双面主角设定？我跟你说，表面像，骨子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重点来了，我先把话讲清楚，双面人格这种角色设定，国产剧不是没演过，演过很多。但说实话，大部分都演成了什么样？演成了变脸。变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白天一个表情，夜晚一个表情，白天一种声线，夜晚一种声线，白天微笑，夜晚冷笑。演员自己以为这叫双面，观众一看，是两个人，是不一样，但就是觉得哪儿不对。哪儿不对？因为那不是双面，那是两张脸贴在一起。林燕婷这种角色，真正难的地方在于，她白天和夜晚是同一个人，同一个内核，同一种性格底色，同一份父亲死掉留下的痛。只是白天这份痛被理性压着，夜晚这份痛被放出来一点点呼吸。打个比方哈，这不是两道菜，这是同一锅汤，白天文火，夜晚大火，火候不同，但汤底是同一个汤底。能演好这个的演员不多，因为这要求演员在表演的时候，脑子里始终装着同一个人物魂，只是用不同的压强去释放。微表情、呼吸节奏、坐姿，读人的时候眼睛聚焦在对方哪个位置，这些都是肌肉。顺着这个思路说，老粉应该记得程毅这些年戏路是怎么走的。从早年的仙侠，到后来一步一步走到带现实质感的悬疑、刑侦，这条路他不是空降过来的，是一步一步铺过来的。每一部戏都在练不同的肌肉。说白了，到林燕婷这里，他手上能用的工具比5年前的他多得多。我想想啊，其实你看一个演员准没准备好接一个新角色，看一个细节就够了，他敢不敢把脸交出去。什么叫把脸交出去？就是这场戏不用台词，不给表情，只给一个长镜头，让你的脸自己说话。敢接这种戏的演员是有底气的，不敢接的演员会要求加台词、加动作、加配乐。林燕婷这个角色，光看人设就知道，这种长镜头会很多。心理咨询师本来就是话少的职业，他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听、看、想。摄影机会一直在他脸上待着，这是给演员的橱窗，也是给演员的火坑。走过去就是一个台阶，走不过去全员陪葬。程毅这次愿意进这个角色，我倾向于这个判断，但不绝对，他是有备而来的。这里插一句，
人物设定里有一个细节，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没在意，林燕婷有哮喘。我刚看到这个设定的时候，老实说，第一反应也是，哦，又一个卖惨工具，给主角加个慢性病，方便后面危机时刻喘不上气，方便女主递药，方便制造紧张感，是不是？很多剧都这么干。但我后来想了想，不是这样的。这话说的有点重了哈，我换个说法。我想说的是，在林燕婷这个特定的人物身上，哮喘不是卖惨，是编剧给演员开的一道演技窗口。你想想看，林燕婷是一个极致理性的人，读人、推理、压抑情绪、克制复仇冲动，她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做控制这件事。如果这个人没有一道身体上的易碎口，他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一个推理机器。观众没法共情一台机器，哮喘就是那道易碎口。它的功能不是让观众可怜他，而是在他理性最满的时候，给他一个身体不受控的瞬间，让你看见这个看上去什么都能掌控的人，连自己的呼吸都掌控不了。这是高级的剧本处理，但能不能用好这道窗口，全看演员愿不愿意用身体演戏，而不只是用脸演戏。程毅恰好，我这么说吧，程毅在我个人的观察里，是这些年比较愿意用身体细节去演戏的那一类演员。他不是只用脸演戏的人，坐姿、走路的节奏、手指的小动作、呼吸的轻重，这些他都用。哮喘这道窗口给到他手里，对他来讲反而是顺风局。这不是粉丝滤镜，这是看过他这些年戏的人都能 get 到的事儿。行，我想说的差不多到这了。最后说一段我自己的判断哈。跟老粉聊起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说过一句话，这次的林燕婷对程毅来讲，可能是他主动给自己开的一道难题。什么意思？一个演员到了某个阶段，他面前会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把自己已经做得好的事情做得更熟、更稳、更安全，另一条是主动去接一个自己没演过，可能会摔跤，但是能让自己长出新肌肉的角色。林燕婷属于后一条路。心理学悬疑这种偏写实质感的赛道，对任何第一次进来的演员都需要适应期，这是行业的规律，不是某一个演员的问题。但能不能在这个框架里走得稳，看的是演员之前给自己存了多少。程毅这些年存了多少，懂他怎么走过来的人会懂。如果有错，评论区指正啊。这只是我看完角色资料以后的个人判断，不是100%的预言。但我的倾向很明确，这一步他走得动。回到开头那句话，易碎和锋利交织在一起。程毅心里对林燕婷的理解，我相信已经捏出形状了。剩下的就是怎么把它从心里搬到镜头里，慢工出细活，懂的人会懂。今天就到这。